老婆，千万不能有事情啊！用力！孩子马上就出来了，我去通知安慈。洛洛，怎么样？孩子出生了吧？过来跟我签字吧。干嘛？我老婆在隔壁辛苦的为我生孩子。难道暗慈哥哥不觉得这样更刺激吗？哼，还是洛洛最懂我。你说那个哑巴慕瑶，要知道她的闺蜜，在她生孩子的间隙，在隔壁跟她老公快活，不知道她是什么表情。她就是傻白甜一个。他给不了你的呀，我可以满足你啊，安慈哥哥。那就趁他生了孩子虚弱无力的时候，咱们就神不知鬼不觉的送他离开人间，顺顺利利的继承他那1个亿的遗产。老婆，你看我们的宝宝多可爱呀！你辛苦了，老婆，我送你去病房。老公，恭喜你成为爸爸了。好。那我先把孩子送到育婴室。老婆，辛苦你了，你都不知道，刚才我听你痛苦的声音有多担心你，你没事真的太好了，老婆，我爱你。老公，我也爱你。老婆啊，我要做一件事情，你答应我好不好？那就去死吧！没气了。让你准备的东西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他的医学死亡证明、遗产过户手续，还有保险单，全都在这儿了。现在我们只要把他送去火葬场，立马就能生效。还是我们家洛洛办的漂亮。都是安慈哥哥教的好。木有，他醒了。别在那胡说八道，那个药能毒死一头牛，怎么可能醒得过来？我真的看见他醒了，刚刚睁眼了，他恶狠狠地盯着我看，是不是我们害了他，所以他变成厉鬼来找我们报仇了？别自己吓自己。可是，要不这样，我试一试。我就说嘛，
怎么可能醒得过来？心跳都没了。别自己吓自己，你要不信，你自己试一下。还是算了吧。走吧，该干我们的正事了。哼。江安寺，没想到你对我的好，说我怀孕，就是为了把我送进手术室，让我死在手术台上。还有白露，我把你当做最好的闺蜜，你居然勾结我老公一起来害我，我一定让你们付出应有的代价。是慕瑶。等一下！啊，那个大伙，我老婆刚刚生产完，正在睡觉，要不你们晚点再过来查房？好，你老婆刚生完孩子，要多加注意。谢谢关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守着她。姐是平安，哥你快起来！慕瑶，你别怪我心狠手辣，只要你死了，我就能得到一笔钱，跟洛洛逍遥快活。至于孩子，你放心，我会妥善安置的。江安寺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狠毒的人！我的孩子，把我的孩子还给我！实话告诉你，跟你结婚的那一天，我就等你生孩子的这一天，亲手把你送到火葬场，继承你父亲的遗产，跟你的巨额保单。江安寺，原来你和我的婚姻就是一场阴谋。穆总，小姐就是在这家医院进行生产，按照您的吩咐准备了礼物。把东西给我吧，我自己进去就行。我跟我妹妹好久没见了，单独待会儿。是。老婆，是时候该上路了。瑶瑶，当初因为我反对你和江安子的婚姻，导致你离家出走，我一直后悔莫及。如今你要有宝宝了，希望我们兄妹两个能和好。瑶瑶，你在里边吗？哥哥来看你了。算你命大。瑶瑶，瑶瑶，灵川哥。我对不起你，灵川哥，是我没有把瑶瑶照顾好，都是我的错。怎么回事啊？啊？瑶瑶不是今天生产吗？她怎么了？灵川哥，瑶瑶今天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发生了意外，她已经过世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对不起瑶瑶。你说什么？哥，你不能进，哥！让开！我要见我妹妹最后一遍！哥，你不能进！你有什么资格拦我呀？我说了，他不想见你，你难道连瑶瑶最后的遗愿都要违背？瑶瑶说，
他不认你这个哥哥，让你别管他的事。瑶瑶，原来你这么恨你这个哥哥呀，就连死也不肯原谅你。林川哥哥，我很理解你的心情，对于慕瑶的意外，我也很心痛。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还希望你不要再纠缠了，毕竟逝者为大。好，既然瑶瑶不想见我，那我答应她，不见她了。穆先生，我会代替你给慕瑶最后的体面，放心吧。慕瑶啊，你别装了，我知道你没死，死人是不可能流汗的。怎么办？被他发现了。什么？你说慕瑶没有死？刚刚可是我们亲眼看他把药片吞下去的。是死是活，试试不就知道了。好啊，原来我的好闺蜜真的没有死。别挣扎了，今天你必死无疑。怎么回事？开门！你们开门啊！开门！这是瑶瑶啊！是的，林川哥，还请节哀。我们现在要送瑶瑶去火葬场火化了。如果你想见她最后一面的话，就跟我们一起走吧。瑶瑶，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，我当初不该拦着你的，要不是我，你也不会死啊！瑶瑶。瑶瑶，你怎么就离开我了？这本来好好的，怎么就出意外了呢？别挣扎了，今天晚上必死无疑。快走！我的脚没动了，看来是生孩子的麻药过了。不行，我不能这样死了。我连孩子是男是女都不知道，不能让这对奸夫淫妇得逞。哼，这就晕了，也好，省得我们动手了。那个穆灵川真的是傻呀，连自己的妹妹都没见着，就信我们的话了。你是慕瑶的老公，我是这里的护士，我们两个加在一起的话，由不得他不信呢。哼，那你车准备好了吗？下一步就是把他送进火葬场。放心吧，早就准备好了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先把他送上车，再好好歇歇，累死我了。哼，好啊。人呢？不好，绝对不能让他给跑了。是慕瑶，那儿。追！哥哥，我是你的妹妹慕瑶，救救我！他们要害我！哥，不好意思啊，你不是送我妹妹去火葬场了吗？怎么还在这？看来这穆灵川和慕瑶太久没见，没认出来啊！精神病科通知跑出来了一个病人，
我跟江先生出来看看，这不正好遇见吗？别动！你别这么瞎说，哥。那我妹妹现在在哪儿？那个手续还没办好，哥，你先去门口的救护车等我们，等手续办完了，我们把瑶瑶送到火葬场。好，那我去停车场等你们。好。瑶瑶，哥哥来送你了。真在这等着呢，待会儿靠近他的时候小心点，别让他发现破绽。好。车上有麻醉药，上了车，先给他来一针。待会儿有你好受的。瑶瑶，林川哥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我们还是先把他送上车，您再看瑶瑶吧。是啊，哥，我们先把瑶瑶送上车再说吧。好。现在可以让我看一眼我妹妹了吧？好，不过就一眼。开车！瑶瑶，瑶瑶，是哥对不起你啊！我是你的妹妹慕瑶，求求我，你不要害我！刚才医院那个哑巴女孩就是瑶瑶，不好，瑶瑶有危险！终于把你弄到这了，想想这一路还真是不少折腾。是啊，安慈哥哥，要说这慕瑶姐姐是个哑巴，身上劲儿还不小，可把人家累惨了。哎，你说这穆灵川要是知道咱们从他眼皮子底下把他妹妹带走火化，会不会疯？那能怪得了谁啊？谁让这个慕瑶是个傻子呢？他哥穆灵川又偏偏不敢惹这个慕瑶生气，不然怎么会被我们三言两语就把他亲哥穆灵川送走了呢？也是啊，要当初这穆灵川不走的话，咱们俩可不会那么顺利。我亲爱的老婆，老公亲自送你上路。好啦，有什么话留到墓碑前再去跟他说吧，现在还是先把他处理的好。我们好不容易把他放到这儿，我可不想再出什么幺蛾子了。好，就听我们洛洛的。只要我按下按钮，你们的一切都会是我的。你们对我妹妹做了什么？你来晚了，她醒不来了。你还是看看你妹妹吧，先。瑶瑶，瑶瑶，你醒醒啊！师哥来了，她恐怕再也醒不来了。把他们给我抓起来！我就先不陪你了，照顾好你的哑巴妹。走，快追啊！瑶瑶，对不起，师哥哥来晚了。瑶瑶，对不起，是哥哥来晚了。姓江的，
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。瑶瑶，没事了啊，别怕，哥哥以后啊，再也不会离开你，再也不会让你受苦了。哦，瑶瑶，瑶瑶，瑶瑶，可发誓，以后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了啊！我没怪你，是我自己没听你的话，选择相信江安慈那个人渣，是我对不起你才对。瑶瑶，瑶瑶，你别睡呀，醒醒！哥现在就带你去医院啊！你说木瑶到底怎么样了？他要是没死，我们不就危险了吗？慌什么？之前给他推了那么多药，我还不信他能活。而且，就算他命大没死，又能怎么样？加上他那乖乖女的性格，还能来找我们的麻烦不成？可是他哥穆林川回来了呀，他要是来找我们报仇的话怎么办？穆灵川就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废物。不过，我现在想要确认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我担心，如果穆瑶真的没死的话，我们就拿不到那5000万的遗产。我给他买了3000万的保单，也会打水漂了。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能知道莫瑶死没死。什么办法？你傻了呀？我之前在医院上班，我可以去问值班的医生啊。好，你去问问。况且，莫瑶就算没死，孩子不是还在我们手上的吗？医生，我妹妹现在什么情况？穆总，恭喜您和小姐。什么意思？穆小姐她这次可以说是因祸得福了。她之前不能说话，是因为小时候受刺激，导致心理上的失语。没想到因为这次事故再次刺激，竟然不可思议的慢慢复原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我妹妹以后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开口说话了？是的，但是小姐她还刚刚恢复，而且此前经历了生孩子的过程，身体还很虚弱，需要好好休息调理一段时间。好，我明白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好。瑶瑶，你受苦了。哥，真的可以开口说话了。哥在呢。瑶瑶，医生说你嗓子刚好，还需要恢复，等你恢复好了，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开口说话了。孩子。瑶瑶，别担心啊，你先好好休息，其他的事哥会帮你处理好。江岸慈竟然敢这么对你，我一定让他血债血偿。趁我不再对我妹妹下手，既然你们想玩，那我就陪你们。通知下去，就说我妹妹慕瑶抢救无效，离世了。有消息了，有慕瑶的消息了。怎么样？她死了没？慕瑶已经死了，今天刚传出来的消息。真的吗？这消息靠不靠谱？我之前医院同科室的医生跟我说的，肯定不会出错。太难了，我就知道你活不了。那这样，事不宜迟，马上把他财产过户到我名下，然后去保险公司。走。这是给你的500万，我要让江岸慈拿不到那笔保险赔付。既然是穆总的吩咐，那我肯定不能拒绝。您放心，一定给您办到位。敢觊觎我妹妹的东西，可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我
1000万，就1000万，就这么过户到我名下了。是啊，安子哥哥，一上午你摇身一变就成了千万富翁，要不是我亲眼所见，我还真是不敢相信呢。别急，还没完呢，王经理在忙，等他忙完了，还有3000万赔付呢。让二位久等了，实在不好意思啊。刚才有点事，出去了一趟。别站着，快坐。你们今天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王经理，我今天来呢，是想问问这个保险赔付的问题，什么时候可以解决？你这单子不对呀。不对？怎么可能不对呢？不对，慕瑶已经死了，怎么会不对呢？你们不会是不想赔钱吧？那我们费这么大劲帮慕瑶，这是事能说的吗？你们不会是就是不想赔钱吧？你们要是不赔钱，我今天在这大闹一场。保险单上的受益人又不是你，受益人是安慈哥哥呀。安慈哥哥说了，他的就是我的。可是这受益人也不是江岸慈啊。什么？那个王经理，你好好看看，怎么可能不是我呀？你一定搞错了。确实不是你。我们了解到慕瑶女士生前名下还有一个孩子，所以这份保险第一受益人应该是那孩子才对。妈的，把这茬给忘了！莫瑶一个死的人都不消停。现在怎么办呀？你们在说什么呢？那个王经理，是这样的，我给你解释一下啊。这个孩子呢，刚出生，什么也干不了，所以说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？对啊，王经理，我们怎么样才能拿到这笔钱呢？江先生桃花运真好啊，慕瑶女士才刚去世，你就带着其他女人来要赔付，你们不会是在杀妻骗保吧？那个王经理，您误会了，听我解释啊，我怎么可能是那种人呢？我当然不希望自己老婆出事情了。这位啊，是我老婆的闺蜜。对啊，王经理，我还是一名护士，怎么可能会害人呢？慕瑶的事真的是一个意外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那看来是我误会你们了。这解决办法嘛，倒是有，不过你放心，只要能解决，亏不了你。还是江先生会做人。这办法的关键所在啊，就是你们的孩子。孩子？嘘，小点声。我说的这解决办法可不能让其他人听见。那王经理，你刚才说的什么意思？你们想想啊，这有孩子在，你们是不是就拿不到赔偿了？那要是孩子不在呢？不在？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意思该不会是让我们……你想到哪儿去了？我怎么可能让你们去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？那可是犯罪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们可以先把孩子过户到别人的名下呀，或者直接悄悄地送到福利院去也行。王经理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先把孩子藏起来，让别人认为孩子死了或者失踪了，这赔偿自然就成我一个人的了。这样想就对了嘛？怎么样，王经理，实在是高啊！就这么办。哥，我身体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说话也已经流畅了。哥，你之前说江岸慈那个人渣准备把我的孩子卖到国外，是不是真的？对，不过被我的人拦下来了。现在孩子我让医疗团队看着呢。那个人渣
那可是他自己的亲生骨肉，我真没想到，为了钱，他连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。是啊，这也是我没想到的，毕竟虎毒还不食子。哥，那你现在有他们的消息吗？他们拿我的钱去做什么了？他们刚拿到钱，就筹备着开医疗公司。对了，后天就是他们开业的日子。后天吗？你有什么打算？我想要亲自报仇。不管做什么，哥都支持你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他们不是以为我死了吗？那我就给他们惊喜。汉斯哥哥真厉害，这么大的公司都能办下来。还没完事呢，今天啊，会来一个神秘的大佬。什么大佬啊？很厉害吗？那是当然，他可是世界500强天幕集团在亚太地区的 CEO， 他背后的资本不可低估。这么厉害啊！你竟然认识这样的人？不过我纳闷一个事儿，国内这么多家公司，为什么会选择我呢？不过先不管了，既然来了，要好好招待一下。哎，你看，那个是不是你说的神秘大佬啊？看这排场的，应该是吧。走，出去迎接一下。慕瑶，他不是慕瑶吗？他不是慕瑶吗？你就是江岸慈，江总。慕瑶，你居然没死啊！慕瑶？什么慕瑶？江总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不会是慕瑶吧？慕瑶是个哑巴，他会说话哎。不行，还是有点不放心。慕瑶，没想到你居然活着。江总，你真的认错人了，我根本不认识什么慕瑶，我是楚岚，是天幕集团亚太地区的负责人。难道你真的搞错了？还真的不是慕瑶？我看他也不像装。我有办法。楚总，你好。你干什么？江总，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，你未免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？他身上真的没有疤痕，真的不是慕瑶。楚小姐，你先听我解释，主要你长得太像我一个故人，所以我才……哎，对啊，楚小姐，真的是我们搞错了，您别生气。你跟我的好闺蜜长得真是一模一样。哼，你们套近乎的方式，未免也太老套了吧？楚小姐，实在冒犯，多有得罪，对不起。你们现在道歉有什么用？我看江总对我们天幕集团的合作不是很感兴趣。既然这样，那我还是走了。哎，楚小姐，哎，是啊，你听我解释，您不如到公司坐一坐，我好好给你赔礼道歉。刚才实在是误会。我当然不能走，我要是走，谁来找你报仇？行啊，我倒是想听您说说您那位故人的故事。好，李林姐。江总，你可真会享受啊，把这办公室布置得跟度假一样。楚小姐说笑了，我只是不想看起来那么单调而已。我看是方便你跟别人私会还差不多。在谈合作之前，我想先听您谈谈您那位故人。好，那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？好啊，您问。您真的不是慕瑶？从来没听说过她。江总，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，我不认识慕瑶，我是楚岚。不过，我听您经常提起这个人，是这个人有什么不妥吗？不瞒楚总说，慕瑶是我曾经的妻子，不过几个月之前发生意外去世了。好一个意外，看你怎么装。您继续说。所以今天一见到您，就仿佛看见我的妻子，所以比较激动，非常不好意思。我看不是激动，是惊吓，这才是我复仇的第一步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。
很抱歉啊，江总，是我之前一直误会你，我确实是不知道，但是我真的不是您的妻子。没关系，可能这就是天意，让您一个跟我妻子相貌相仿的人又出现在我的身边。江总，看来您之前跟您的妻子关系真的很好，您很爱您的妻子，如果她泉下有知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是啊，我们关系一直很好，我也很爱她，只不过出现意外，永远的离开我了。说的跟真的一样，我就站在你面前，永远不会离开你。那你们有没有共同的孩子？就只剩下您一个人了吗？那没有，因为我妻子就是在生产过程当中发生意外，跟孩子一起走了。你可真是好老公，连自己的孩子都能说死就死。不好意思啊，江总，我不是有意提醒你的伤心事的，没想到你的经历这么凄惨，我都有点心疼你了。没关系，都过去了。那楚小姐，我们是否可以聊聊投资的事情了？露露，进来吧。楚小姐，这是我们公司的基本情况，您可以先了解一下。楚小姐，我的公司成立1个月，注资5000万，已经拉拢了很多供应商。我的计划是3个月之内，将公司的业务扩展3倍。江总，没想到你除了一表人才外，能力还这么出众。哎呀，楚小姐真是说笑了，您背后的天目集团财力雄厚，动辄都是几个亿的项目。也对，就是不知道江总后面有什么打算。果然瞒不了楚小姐，我呢准备收购同行业规模较小的2家公司，预计收益提高1倍。您觉得怎么样？你还真敢想，这才多久就想着吞并其他公司？江总果然是志向远大，我今天果然是来对了。那楚小姐对投资的条件还有什么？不知道江总对我们公司有没有了解？天目集团投资从来不看公司的体量，而是看对方领导人的人品。那是当然，什么样的人，掌管什么样的公司嘛。那我的要求就直接提了。这第一点就是贵公司的领导人，也就是江总您，不得有过出轨行为。江总，您这是什么表情？这是有什么问题吗？难道……楚小姐，我们江总只是没有想到您提的要求会这么特别。对，楚小姐，您的要求啊，特别别具一格，我还以为我听错了呢。别具一格吗？这可是专门为你定制的死亡条。这第2条嘛，就简单了，就是不能有任何蓄意谋害、蓄意谋杀的犯罪行为。怎么了？这么不小心啊？我今天高跟鞋穿的不太合脚，没什么事。楚小姐您继续。难道这楚南真的知道些什么？楚总提的这几点要求，应该跟合同没有什么关系吧？江总，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这人对了，合作自然水到渠成。我们天目集团最看重的就是合作方的人品。不过我有点惊奇的就是，我这一提到杀人，为什么你反应这么大？难不成您真的杀过人啊？楚总真会说笑，我怎么可能会杀过人呢？现在可是法治社会。也对，要是您杀过人，早就被抓起来了。对啊，我怎么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？不过楚小姐，您还有多少这样的条款？不如一次性说完。不多，还有最后1条。楚小姐，您说吧，这最后1条是什么？这最后1条可能对您江总而言无关紧要。楚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您为什么会说跟我无关紧要？因为江总没有孩子啊，这最后1条是关于孩子的。楚小姐，这所有的要求，您不如直说吧。这第3条，不得参与任何人口买卖的交易活动，尤其是儿童和幼儿。不对，这些条款怎么就感觉像在针对我一样？江总，我的条件就这些了，您看您还有什么问题？楚小姐的要求万中无一啊，很难想象会有人把这些条件放到合同当中作为投资条件。这个跟我们老板的习惯有关系，毕竟谁也不希望
合作方做出什么有损双方名义的事情出来，所以才有这些条约。大家都是为了赚钱嘛。原来如此，那我想问一句，为什么合同当中特别注重孩子这一条？这个跟我们老板的经历有关系，他从小就没有父母，体会过这种感受，所以非常憎恨那些人口买卖的参与者，对这件事情从不手软。这大公司的合作条件果然非同一般，不过为了投资先答应下来，反正他们又不会真的调查。您之前听说过我的事情吗？江总的事，我想想啊，好像是听说过您的一些传闻。难道他知道慕瑶的事情？您听说过我什么事情啊？我之前听说江总一直没有工作，然后突然有了一笔钱，所以才成立了这家公司。我还想听您讲讲您的故事呢。原来楚小姐，您说的是这件事情啊。说了也惭愧，我老婆生前确实给我留了一笔财产，只不过她呢还没来得及享受。谁说我没有机会享受？我马上就会从你手里抢回来。楚小姐的要求既然说完了，不如我们来谈谈投资金额呢？当然可以，不过我得提一个要求。您还有什么要求啊？除了我刚刚提的那些条约以外，我还需要在你们公司视察，期限为1个月。1个月会不会太……如果你们同意的话，我会投资1个亿。1个亿？好，都听楚小姐的。江总，我说句题外话哈，您跟白小姐的关系不一般啊。楚总，这您是误会了。白洛呢，是我老婆的闺蜜，我老婆生前呢，我们关系就特别好。这不是成立公司了吗？让她过来帮帮忙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我还以为您妻子刚去世没多久，您就跟老婆的闺蜜好上了，看来是我误会了。是的，楚小姐，我跟江先生生活里就是朋友，在公司也就是上下级关系而已，你可千万不要多想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多想的。既然这样的话，你就签字吧。只要我在公司视察的好的话，后续追加投资不是问题。江总，这些条约可别忘了哦。当然，您慢走。1个亿，他居然投资了1个亿！我也没想到，他能投资1个亿。依我看啊，她也是个没脑子的傻女人。公司成立1个月，她能给我砸1个亿？我也觉得，他居然就这么相信了。就咱们公司简介编的那些瞎话，我自己都不相信，我还拓展公司呢，活该他被骗。管他的呢，反正他又不缺钱，让他投进来呗，我们又不亏。但是不过，他合同里写的那几个条件，怎么感觉有点不安呢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我听说那些大公司的有钱老板们都会有一些奇怪的要求，没什么的。行吧，不管了，只要钱能赚到手，其他不在乎。那咱们是不是该庆祝庆祝？慕瑶，是慕瑶，慕瑶，是慕瑶，我看见慕瑶了。慕瑶已经死了，别在这胡说八道。我真的看见慕瑶了，她就站在玻璃后面，像个厉鬼一样。汉子哥哥，我害怕，慕瑶不会来找我们报仇了吧？你别在这胡说八道啊！你今天是看到楚小姐了，想起慕瑶了？是这样吗？我可警告你啊，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如果你敢走漏点风声，别怪我无情。安子哥哥，是我错了，我们继续吧。行了，我现在没心情。楚小姐最近在公司1个月，别给我挑事，我还等着追加投资呢。好。你去他们公司看的怎么样？有没有把你认出来？
哥，你是不知道，他们第一眼见到我吓死了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那他们把你认出来了？没有，刚开始呢，他们确实怀疑，不过我会说话呀，他们根本想不到我是慕瑶，还以为我是给他们投资的楚小姐呢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？我这边好配合你。快了，我已经利用楚小姐的身份跟他们混熟了，只需要加把火，下点猛药。对了哥，我让你收集的证据怎么样了？已经收集完了，监控视频也恢复了，现在就等你的消息，就可以一击致命，彻底把他击垮。江安子，这次看看究竟谁能赢。楚小姐，你有什么事啊？江总，这几天我已经大概了解公司了。啊，那感觉怎么样？很不错。但是比起公司，我觉得江总你的人更好。楚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楚总，这不合适吧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难道江总没有和白墨小姐在这间办公室发生什么？我不信。看来这楚岚给我投资不是看上公司，而是看上我这个人呢，也是个浪花。楚小姐，我们可是签了合同的，这么做可是违规哦。怕什么？那些都是做给外人看的。江总这么有才华的人，我可舍不得放过。江总，你有没有兴趣跟我玩玩？既然你想玩，那我就奉陪到底。不过第一次确实吓了一跳，我真以为是我死去的老婆慕瑶啊。那如果我真是呢？江总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娶了我，我就是你老婆了呀。楚总是这个意思，我差点以为你跟我死去的老婆有什么关系。江总，我怎么感觉你这么怕你老婆啊？江总，您这有什么话不能说呢？我都是你的人了，你就别瞒着我了呗。既然你想知道，那我告诉你，我老婆慕瑶的死不是意外。不是意外，那是什么？是我亲手害死的人，还是我亲手把她送进了火葬场？怎么样，害怕吗？你好坏啊！你不是也是个小坏蛋吗？安慈哥哥，不好了！你没看到楚小姐在这儿吗？慌慌张张干什么？既然白小姐找江总有事，那我就先不打扰了。慕瑶的事情被发现了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刚刚接了一个未知电话，对妹说知道是我们害死了慕瑶。她还说什么了？对妹就给了我们一个地址，说我们想知道什么，去那里跟她详谈。既然能找到我，肯定是向我们手里获利。其他还说什么了吗？没有。怎么办呀，安慈哥哥？我们要不要过去啊？去，必须得去，一定不能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情。既然都知道是我们害死的，可能证据在手里，必须拿回来。你觉得会是谁呢？这么久不来，偏偏这个时候来找我，会不会和楚小姐有关？把她给我叫回来！啊！快！哦。
楚小姐，你一定要在背后做什么事情吗？我能做什么？江总，有话你直说。一点都不心虚，看来不是他。不好意思，楚小姐，我跟白小姐有点事情，先出去一趟，忙完就回来。你们恐怕是回不来了。哼。这位朋友，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意思。您把我们叫过来，不肯露脸吗？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满足你，没必要遮遮掩掩的。穆凌川，是你？怎么见到我很意外？我早应该想到了。你们谋害我妹妹，等了这么久，是时候找你们算账了吧？你把我们叫过来，不就是想要钱吗？我现在有的是钱，说吧，想要多少，我都可以给你。不过，从现在开始，这件事情到此为止。说得够轻巧的。怎么，你们现在很有钱吗？我有多少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你就告诉我，你想要什么？当然是要你们血债血偿！你做梦！你们就不怕我把你们做的事都散布出去？我现在可是公司的老板，谁会信你的话？你有证据吗？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啊？万一我真有呢？那些监控视频我早就给删了，你哪来的证据啊？我告诉你，穆瑶已经死了，你不如拿着这些钱好好讨个老婆，过完你的下半辈子。按照你的意思，穆瑶就不配有下半辈子啊？你可真是够自私的呀！为了你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，就拿穆瑶的命来换，那又怎么样？他就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巴，他的命值多少钱呢？而我有大把的时光可以逍遥自在。穆瑶已经死了，这就是事实，谁都改变不了。那恐怕就不能如我所愿。什么意思？因为我还没死。楚小姐，你为什么会在这？对呀，楚小姐，您不是应该在公司吗？楚小姐，江总还想着有人投资你们的空壳公司呢，忘了告诉你，我还有一个名字，叫穆瑶。你不可能，穆瑶是我亲手推下去的，他已经死了。要是我再晚一步到，还真就让你们得逞了。不，绝对不可能。对了，穆瑶是个哑巴，这点不能改变。你是假的。说起来我还得感激你呢，托你的福，阴差阳错的把我的嗓子给治好了。我们怎么办？你们还真是我的好老公和好闺蜜，勾搭着在一起，谋划如何害死我，费尽心思让我怀孕。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，你们是不是很开心？真是穆瑶，你真的没死。我现在不是好好的站在你的面前，要是我死了，岂不是如你们所愿？没想到你的命还真大，这么难杀呀！但是就算你现在没死，你又能拿我怎么样呢？钱我已经拿到了。是吗？你觉得你们的罪行够你们进去坐多久？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送你们去监狱。你有证据吗？你就敢这么说？你们不是想要证据吗？好，我给你。其实，我老婆穆瑶的死根本就不是意外。不是意外，那是什么？是我故意害死，还是我亲手把她送进火葬场？圈套！你给我下圈套！你是故意的！
其他罪行跟证据都在这儿了，已经给你准备好了。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你们好算计啊！就算这样，你们敢报警吗？要是敢报警的话，就别想再见到你儿子。对，你们要是敢对我们动手，这辈子都别想见到你们的孩子了。我就知道你们会拿孩子来做威胁，可是你们真够蠢啊，居然想着把孩子送到国外。你怎么知道？他为什么知道孩子去国外的事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还是我来说吧，他嫌麻烦，把孩子卖给了一个外籍商人，而这个外籍商人自然是我安排的。你敢骗我？你个蠢货，你连这点事都办不好吗？好了，废话少说，下半辈子在监狱里面度过。慕瑶，不是的，是他鬼迷心窍我，不是我的错。你放屁！都是你让我这么做的，慕瑶，你别信他，都是他让我这么做的。闭嘴！都是你害的我。瑶瑶，别这样！你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我还是孩子的父亲，你饶我一马，我不想进监狱，我真的不想进监狱。滚！之前是我瞎了眼，信了你的鬼话。你就不怕孩子没有父亲吗？你还有脸提？就你也配做我妹夫？来人，拖走！慕瑶，你不能这么做！我可是孩子的父亲啊！哥，谢谢你。瑶瑶，这都是哥应该做的。放心，以后有哥在你身边，不会让任何人再欺负你。